大家好，我是凯。今天要分享的生酮饮食食谱是生酮泡菜。发酵食品对身体是很好的，但外面不只卖得很贵，而且还会用到一些高碳水的食材，像糖和糯米粉。这次凯用的都是生酮食材，大家可以放心食用。我的频道会在每周一和周四分享一款生酮、低碳、无糖的健康食谱。感兴趣的小伙伴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次的分享哦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我们来准备白菜，尽量选叶子包得比较紧的。一颗白菜从底部切开1/3，接着把它掰开，这样跟直接切断比起来会少很多白菜屑。一样的方式，总共切成4瓣。这个白菜的重量差不多 1.6 公斤。接着把它洗干净，一片片白菜叶掀起来洗一洗。这步除了把泥洗掉，也能让等等盐巴更好的附着在白菜叶上。我们需要半杯盐巴，差不多140克，均匀抹在白菜上。白色梗的地方比较硬，盐要放多一些。盐巴除了调味，更重要的是能把白菜里的水分逼出来，这样腌制的过程白菜才不会出过多水，而且出了水的白菜也比较软，更好收藏。都磨好了放一旁，我们每30分钟翻一次。现在准备其他配菜，去皮洗干净的白萝卜200到250克，先切片，再切丝。如果有刨丝刀的话，可以直接用。青葱40克，切断。韭菜60克，也切断。没有的话，可以直接用青葱代替。记得看一下时间，大概30分钟翻一次白菜哦。这时候白菜已经出了一些水。现在我们来准备泡菜用的米糊。传统是用糯米粉和水加热，变成浓稠的状态，方便等等酱料附着在白菜上。我们的做法是倒入240克的食用水，然后加入半茶匙黄原胶，用搅拌器搅匀，到最后会是这个质地，和糯米粉做出来的一样。这时候来准备葱蒜泥，半颗洋葱切块，差不多100克，放入搅拌机。15克姜和10瓣去皮蒜头，把它们搅碎，尽量搅细一点。倒入生酮米糊，然后加入调料，4汤匙鱼露。鱼露对韩式泡菜来说很重要哦，没有代替品。和2汤匙腌虾酱，我用的是马来西亚版本的，叫青茶肉，风味一样很棒。没有的话可以用鱼露代替。1到2汤匙代糖弥补一下糯米粉和香梨的甜度。搅拌均匀。这时候倒入50克辣椒粉。这次凯没买到韩式粗颗粒辣椒粉，所以用了普通细辣椒粉，做出来效果也不错，只是颜色不够鲜红。搅拌均匀。这个辣椒粉的分量也是根据个人口味调整，喜欢辣一点可以多放一些。搅拌均匀后放一旁让它泡发一下。1个半小时后我们的白菜就差不多好了，底下出了很多水。这个腌制的时间也是因人而异。测试方法是把白色梗的地方折下来，没有断就好了，像这样。接着用水把多余的盐分洗干净，不然泡菜会太咸哦。特别是靠近底部的地方，一定要仔细洗干净。然后垫一个筛网，沥干多余的水分。这时候可以把韭菜、青葱和白萝卜倒入辣椒糊里，再搅拌均匀。差不多像这样，白萝卜会出水，
辣椒糊等等就不会那么干了。大概半小时后，水大概也沥干了，可以小心按压把白菜的水拧干一些。接着一片片抹上辣椒糊，这一步记得戴上手套，不然弄完手可能会痛。从根部到叶子的地方都均匀抹上。接着对半折，然后放入干净的盒子里。记得要压实，把里面的空气挤出来。然后用保鲜膜盖起来，避免接触更多空气。边贴紧表面边按压，然后盖起来放冰箱冷藏慢慢发酵。新鲜的泡菜可以直接吃，也很好吃，只是少了酸味。微酸的时候可以做煎饼，到最后很酸的时候可以做泡菜汤，是不是超简单的？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分享，记得为这影片点个赞。那我们过几天见咯，拜拜。